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天，聊什么呢？其实最近看了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哦。我很喜欢看很多的科学性文章，所以如果你喜欢科学性的文章，那欢迎你就收听我们的节目咯。今天所讲的是在茫茫大海中有一种东西叫海草，海草是很多的生物的食物。那海草还能吸收二氧化碳，把碳储存在海洋中，这个有点类似树木一样。我们的树木啊，可以把大气的碳储存在树干里面，对不对？这种树干里面的碳呢，我们叫固碳作用嘛，把碳固定在树木里面。海草有一样的效果，所以海草又有一个很特殊的名称，我们称为蓝碳。蓝色的蓝，二氧化碳的碳。那蓝碳呢有三宝，一个叫海草，一个叫盐藻，一个叫红树林。什么是蓝碳呢？蓝碳这个名词其实指的是海洋的生物去捕捉大气中的二氧化碳，把它封存在海洋环境中。所以呢，海草算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那我们刚才所说的三宝呢，就是海草、盐藻跟红树林，它都可以把大气中的碳固定在海洋的环境中，所以这三个才被称为蓝碳中的三宝。好 ，OK， 有一个研究估计说，海草它每年其实占海洋的碳的封存大概有10%左右，占非常非常的多。而且你看哦，海草它能生活的地方其实是有限的，光线也要有，不能太深，对不对？所以海草的面积其实只占海洋的总面积的 0.2%。算非常非常少，但是它可以封存 10% 左右的碳，跟其他的水生生物系统一样，就是海草很容易受到污染或很容易受到影响。因为水生系统，我们排废水啦，或者是填海造陆啦、填海啦，都会造成海洋环境的影响。那海草床其实很容易受到沿海的开发，或者是农业排入很多的肥料啦、农药啦这一类型的造成有氧化的现象，或者是拖网的渔船所造成的威胁。所以海草床呢，其实很容易受到威胁，因为它大部分都在比较浅的地方。通常我们在调查某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会有很多的方法。在陆地上的地方，科学家常会用卫星或者是遥测技术去看陆地上的重要的生态系，像是森林，像是一些地理环境，可以利用卫星去做观测或去做调查。但是水下系统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，因为水下系统呢，我们看不到它的光，这些光线呢只能透在水下面几公尺的深度。那这些深度的地方，我们反而就不能看到海草床到底在哪里。所以这次的研究比较有趣的是，科学家想知道说，这个海草到底呢发生在哪一个地方，在海洋的哪一个地方？因为很难去找。有人会说那不用船不是有声呐吗？用声呐可以去找吗？在这一篇文章里头，他有提到说，其实声呐也比较难去分辨海草还有一些水下的绿色斑块。那这些绿色斑块有可能是大型的藻类所造成，所以呢，我没办法分辨说这是海草还是藻类。而且大部分的海草呢，它长在热带水域。长在热带水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点，就是这些地方含有大量的碳酸盐系列。碳酸盐是珊瑚跟贝壳主要的成分之一哦。那这些碳酸盐呢，会散射光线，并且掩盖海草的位置，所以造成说船舶很难去找到真正海草的位置。科学家就想了一个方式，如何用其他的方式去找海草这个位置呢？他利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，用自然的方式去追踪海草。那如何去追踪海草呢？因为有些生物会以海草为食，所以利用这个方式去找海草应该是最好的。这个想法其实不是一个全新的想法，在2022年的时候，其实就有科学家在巴哈马追踪老虎鲨。那追踪老虎鲨呢，他利用这个方式去追踪这个老虎鲨以后，发现了全世界最大的海草床。而这一次的科学家利用就不是老虎鲨了，他利用的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物种——绿蜥龟。绿蜥龟相对于老虎鲨有很大的优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老虎鲨呢，其实它的行动其实比较麻烦，比较难去追踪。
但是绿蜥龟呢比较好追踪。绿蜥龟呢，它的行动范围非常非常广，而且它几乎只吃一个东西，就是海草。在上岸的时候，它很容易安装追踪器，这个就是最大的优点啦。当绿蜥龟上岸产卵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安装追踪器在它身上，对不对？科学家呢，利用这个的关系，用绿蜥龟当成方法去找海草。这一次的地点，科学家选择红海作为研究地点，因为科学家说这个地区的海草数据非常非常的稀少。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周边的国家的经济的关系跟社会啦，所以在这边的调查的资料就相对的少很多。科学家在沙烏地阿拉伯的附近的红海的海滩上标记了53只的绿蜥龟，等到它们产完卵以后呢，再开始动作，在它身上安装追踪器，以避免干扰绿蜥龟的繁殖。一旦绿蜥龟开始游走以后，它身上的装置会在它浮出水面呼吸的时候，把坐标传送给卫星。因为现在的科技其实比较方便，追踪也比较方便。研究人员呢，就是科学家追踪每一只的海龟长达1年之久的时间。海龟其实它会在海里头四处游动，每次路径记录下来以后，发现有一些路径会重复或交叠。科学家就觉得说，那一片有一直常常有交叠的地方，应该就有海草床。总计呢，这些海龟在附近里头共找到了34个以前从来未记录过的海草区域，而且其中有1/3在8米以下的深度。这些深度为什么8米以下很难找到呢？是在这个文章里头有提到说，卫星数据其实可见的范围呢，大部分都在8米以上，那8米以下呢，反而就找不到了。而且为了验证这个结果呢，科学家还搭了船去其中的22个地方做考察，看看说这里到底有没有海草。那当然科学家就有发现这个22地方是有海草的存在的。他说尽管有一些地区是属于同一片大型的海草床，就是粘在一起，但是科学家呢还是在这个地方确认了海草的存在，而且他辨识了14个独立的海草区域。在这个方式呢，相对用卫星会更加的准确，这个是最好玩的一件事情哦。还有趣的地方是，除了找到海草之外呢，他们还利用它去找那个碳的储存量。我们刚才有讲了，海草是碳的储存量的一个很大的重点的地区。他们计算这些地区相当于90万辆的车每年的排碳量，所以非常非常多。不过科学家还是有提到一件事情，用海龟去找海草床并不是万无一失的。其实有可能这些海龟为了避免被掠食者攻击或者是被猎食者猎杀，所以避开非常非常茂盛海草的区域，所以说不定有一些的地区是没有找到的，并且呢，有一些绿蜥龟可能不吃海草，而是比较喜欢藻类，所以这个方法并不完美。但是呢，其实它是一个初步探查的一个最好的方式之一。过来呢，在科学家到实地再去做探查，所以就可以找到。科学家觉得说，这个方式除了可以改善绿蜥龟的保育工作，还可以了解说哪一些地区有海草床。这些海草床呢，其实就可以把它规划成保育区，利用这个保育区去保存海草跟保存绿蜥龟的栖地的方式，去达成更好的保育方式。OK， 所以呢，这一次呢，这个论文呢，主要谈的就是如何用自然的方式去找海草。这个议题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讲是很陌生的议题。我在看到的时候，我就觉得非常有趣。有茫茫的大海中，我到底要怎么去找这个东西呢？其实你就可以看到别人的研究方式跟别人的研究方法咯。好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喜欢频道，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咯。那我们以后会固定带来很多的科学议题，其实我还蛮喜欢讲科学议题的。简单的说，用科学看完科学，用简单的方式讲给你们听，说最近科学家发现了什么事情，或最近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好，感谢你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